大家好，我是艳红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套非常好看的明朝宗帽造型。当时定陵一共出土了4顶宗帽，分别是属于孝端皇后和孝敬皇后的。可见在明朝时期，宗帽是皇后们非常流行和时尚的装扮。那今天呢，就带大家穿越古今，看看我们现代人穿戴是什么样的效果呢？头饰的部分是一顶黑纱尖宗帽，插戴了整套的头面。宗帽当然是棕叶做成的。在参考我们出土时候文物的照片，我们可以看到宗帽大致的样子。据史料记载，在宗帽的外面缝制了一层黑细纱。孝端皇后的宗帽高15厘米，口径13厘米，厚0.5厘米。正中插嵌珠宝，花丝金龙分心。这里用到的是一些配件来进行仿制，珠子用到的是琉璃、蓝晶石和珍珠。顶部插有嵌珠宝、玉龙、细珠、金挑心。这里用到的是贝壳花来代替文物中的白玉花。玉龙的部分，这里用到的是一条金龙来进行替代。再穿一串流苏在簪子下面，这个部分就完成了。周围插带嵌珠宝、金银簪钗。这里用到的是白色的贝壳花来作为玉花的替代材料。嵌梅花金簪用的是这种小花来进行替代。抹额的部分款式参考了定陵出土的这个抹额，虽然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以前的样子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照片中依稀的可以看到，它下面部分的金属是点翠制成。这里呢，我们用孔雀羽毛制成仿点翠来代替，将花蕊和配件缝制在抹额上面。抹额的部分就完成了。嵌珠宝花蝶金簪的部分用到的是掐丝的方法来进行仿制，将铜丝掐成蝴蝶和花朵的形状，上面用铜丝搓成麻花丝，做成仿花丝的卷儿，再将花朵、蝴蝶和簪子进行组合，这样做一对。我们再来做一对花簪，这里用到的是贝壳花、玛瑙花和玉蝴蝶。耳饰的部分佩戴的是嵌珠宝花蝶耳环，这里也是用掐丝的方法来进行制作。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宗帽造型，感觉真的很特别。项饰呢，这里选择制作一款非常独特的璎珞，配色也是参考了定陵出土的大鹿带。中间有一个类似于香囊的部分，这个部分呢是用的花丝镶嵌来进行制作。璎珞最早是两汉时期随着古代印度佛教传入我国，是用珠玉穿成的项饰。早期的璎珞会有比较强烈的异域风格，材质也大多使用的是琥珀和珊瑚石，比如西安李俊训墓中出土的璎珞，敦煌莫高窟壁画上面的供养人。到了明朝时期，璎珞多与长命锁、如意、护身符等吉祥物一起佩戴，不仅制作工艺较前更为精湛，而且样式更为华丽繁复，是明朝精致女孩最喜欢的潮流单品之一。这个时候的材质更多的喜欢金嵌珠宝，细金工艺也更加的精湛了。本次的制作分为3个部分，前盖用的是银丝穿丝做成网，后盖的部分用填丝的方法制作了八瓣花，镶嵌珍珠和红宝。中间的部分是一个卡框。我们中国的花丝镶嵌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，是一门传统的皇家宫廷艺术，在明代中晚期达到了超高的艺术水平，有以编织、堆垒等技法见长。对宝石的大量运用，完善了宝石镶嵌工艺，是明代花丝镶嵌首饰对中国传统首饰的重要贡献。它改变了中华民族传统首饰重纹饰轻珠宝的传统。我也希望继续用我们中国的珠宝工艺，为大家带来更多的作品。最后，我们再将香囊和璎珞的其他配件进行组合。这个设计是一个多功能可换装设计，这里制作了2种搭配方式，一种是璎珞搭配汉服，第2种是项链，可以搭配平时穿的衣服。
将古代配饰和现代科技进行组合，形成一款独特的可变化的装饰品。再搭配明朝时尚的宗帽造型，有没有一种穿越古今的感觉呢？郭沫若说，衣裳是文化的表征，衣裳是思想的形象。我国传统服饰经过历代积蓄和交融，不断的丰富和发展，融合了不同时期人们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情绪，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服饰文化系统。而今，随着文化自信、国潮重回活力，在更多的热爱中国文化年轻人的演绎中不断的创新，变成了一种新的国潮。时尚是一条引线，穿越古今，它无处不在。现代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，更体现了现代国风新时尚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